最近的新闻，你应该会听到很多关于小型语言模型 （Small Language Model），简称 SLM 的相关事情。比如说，Microsoft 发表了 5.4，耶尔预测接下来2025年将会是小型语言模型开始起飞的年代。大家可能都熟悉大型语言模型，但是到底什么叫做小型语言模型呢？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讨论，我先假设你已经了解大型语言模型以及模型参数的概念。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的话，可以到影片下方，我有提供2部影片，专门在介绍这些概念。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你会了解小型语言模型的相关知识，包含什么是小型语言模型，小型语言模型从哪里来，它相关的应用场景，还有技术上的优势。在谈大型或者是小型语言模型，主要是根据模型的参数 parameters。因为对语言模型来讲，它的知识是属于参数知识 parametric knowledge。当我的参数量越大的时候，它可以储存的知识也就越多，通常能力就越强。过去有些人会以1 billion 10亿当做一个界限，超过10亿的语言模型，我们称为大型语言模型。但随着硬体功能的提升，价钱的下降，会以100亿为一个界限，也就是10 billion。模型参数小于100亿，我们就称为是小型语言模型；大于100亿，我们才称为是大型语言模型。在这情况底下，小型语言模型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 lightweight。通常它会根据一个特定任务而设计，所以它是高效的语言模型。目前 ChatGPT 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叫做 GPT-4，大概是100亿到1.8万亿的参数。小型语言模型比它小很多，在计算量和能耗上比较适合在边缘设备上去部署，我们叫做 Edge。边缘设备就是资料所在的设备，比如说像你的手机可以去产生资料，就算一个边缘设备。又比如说像医院，病人的病历资料随时也都在产生，也可以算是一个边缘，以及在工厂产线上所有动态的资讯都是资料的产生地。语言模型部署在边缘设备上，就变成所谓的 Edge AI 边缘人工智慧，也就是在网络的边缘，离数据产生地最近的地方使用人工智慧。至于小型语言模型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根据与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依赖性来去做分类。在这个图里面，最左边代表是以大型语言模型依赖性较高的产生出来的小型语言模型，在图形的右边，与大型语言模型相关性较低的，甚至无关的开发出的小型语言模型。高依赖性的方法，比如说像减脂 pruning。一开始我有一个大型语言模型，针对预测结果影响不大的部分，这些部分叫做神经元或者是权重做移除，也就是减脂，像减数一样，让模型可以变得更精简，运算速度也比较快。量化 quantization 主要是将模型中的数值或者权重从高精度的浮点数转换成低精度的整数，可以大幅减少模型的大小，并且在一些专用的议题上可以运算得更快。第三个叫做低质分解 （low rank factorization），是将一个大型矩阵分解成几个小的矩阵乘积。在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里面，可以将模型的权重矩阵进行低质分解，可以减少参数的量，降低模型的复杂度。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叫做知识蒸馏 （knowledge distillation），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把一个已经训练好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就是老师的知识，转移到一个小型语言模型，也就是学生。那么这样小型语言模型就可以学到大型语言模型的知识，在某些任务上表现得比较好。上述这4种方法本质上都是基于一个已经存在的大型语言模型衍生出对应的小型语言模型。在图形的中间，对于大型语言模型的依赖性就稍微低一些，比如说它可以是受大型语言模型启发的架构，例如像先进的 Transformer 架构或者是稀疏计算方法，是借鉴了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比如说像 Mistral 7B 这样的模型，它从开始的训练就是受到大型语言模型启发的架构改进来提升效率。另外一种是基于相似数据的预训练，小型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与大型语言模型相似的数据集，但是规模比较小。比如说像微软的 Phi 系列 Phi 3和 Phi 4，它都是使用高品质的合成数据进行训练。在图形的最右边是属于独立小型语言模型开发，并没有起源或者是依赖某一个特定的大型语言模型。比如说像 Google 的 Gemma 2B， 还有 NVIDIA 开发的 Mistral Nemo Minitron， 都是属于小型的模型化的结构，以边缘效率为目标。小型语言模型有许多的应用场景，目前来说主要是以 Edge AI 边缘人工智慧为主。我们知道 AI 部署大概分为3个层面，第一个是最上层的云端 Cloud， 像 ChatGPT 就是在云端的服务，在最底层叫做 AI PC， 像个人电脑，以后买的电脑可能里面都会有一个语言模型，在中间就是 Edge AI 的存在。这边举3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智慧家居设备具有本地化处理功能的语言助理。第二个例子在中间是物联网的设备，它可以及时反馈上下文的感知系统。第三个 Edge AI 的范例是医疗保健，主要是用于病患护理的设备端诊断工具。除此以外，任何在网络边缘有数据产生地方，都有机会使用 Edge AI。至于为什么小型语言模型开始被各大的厂商看中，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训练时间还有推理成本的下降，因为模型比较小，参数比较少，所以它可以花比较少时间来做训练。过去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可能要6个月，甚至更久，现在可以缩短时间。在做推理的时候，成本也比较低，速度比较快。第一个是因为小型语言模型可以将隐私性提升。一般来说 ，Small Language Model 它的部署是在边缘，也就是资料产生端，所以它可以在边缘上就处理完所有相关的 AI 应用，而不会将资料上传到云端，减少隐私性被侵害的可能性。另外一个优势是环保友善的提升，因为小型语言模型所需要的耗电量比较少，升级以后可能可以使用绿色能源来当做它电源的供应。这些技术上的优势也是促使小型语言模型适合在 Edge 边缘端去做部署，因为在边缘端通常硬体设备没有像云端一样那么高级，算力也不够强大，所以市场上对小型语言模型的开发和使用保持着乐观。可以使用一张图来稍微看一下过去的小型语言模型的开发，比较有名的例如 Google 的 Gemma 系列以及 Microsoft 的 Phi 系列。Meta 的相关模型，这边有一个有趣的事情，Meta 开源的版本叫做 Llama Large Language Model Meta AI。虽然它称为大型语言模型，但是因为它是开源的，它的 size 它的大小相对之下小很多，所以有些人就把 Llama 都视为一个小型语言模型。除此之外，还有阿里云打造的通义千问 Q 问。如果你有兴趣自己玩玩看小型语言模型的成效，我建议你可以到 ollama.com 这个网页。我有一部影片专门介绍使用奥拉玛部署地端的小型语言模型，在自己的笔电上也可以执行。到了这个网页以后，你可以在右上角选择一下 Models。所有在欧拉玛上平台找得到的模型都是属于开源的，所以你可以下载做使用。Llama 3.2它就有2个版本，一个是1 billion 10亿的模型，另外一个是3 billion 30亿的模型。根据我们刚刚前面第一，都属于小型语言模型，以及 Mistral AI 开发的 Mistral 语言模型。还有一个7B 的 7 billion，Google DeepMind 开发的 Gemma 系列也有 2B 还有 7B 可以选择，以及阿里云开发的通义千问 Q 问也有很多版本可以供下载做使用。所以你到这个网页就可以清楚知道有哪些开源的小型语言模型，甚至大型语言模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务必订阅本频道、按赞、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对 Edge AI 以及小型语言模型部署的看法。